你晾他多久，他才会疯狂的想你啊？兄弟们，其实你只要保持一种姿态，就能牢牢的吸引女人的目光。要是你想让他对你持续上头，心甘情愿的为你付出，其实啊，做好我接下来讲的这一点就足够了。你可能觉得女人需要很多的爱和关心，但真相是啊，她们更需要一个会盘她的男人。做到这一点，她只会越来越爱你。那会盘她是什么意思呢？认真看完下面的内容，你就懂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每次满心期待这个女人能爱你，主动对你示好，给你热情的回应，可她却总是忽冷忽热，甚至对你爱答不理？而那些看起来没有付出多少的男人，却能让她念念不忘呢？其实原因就在于你给她的吸引力太低了，她懒得调动情绪来迎合你。人性就是如此啊！只要你做到我讲的这几点，女人就会离不开你。第一点，减少盲目的付出，不是付出越多，女人就越会感动。一旦他习惯你的付出，就会把这当成理所当然。所以聪明的男人从不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，他们懂得精准的捕捉女人的需求，进行针对性的满足，以此来进行有效的价值互换。打个比方，他想吃火锅，你却非要带他去吃中餐，还说啊这是你找了好久的高频店。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好多，但他真的开心吗？感情里需要的不是自我感动，而是价值互换。你越了解他的真实需求，他就越想和你在一起。第二点，情绪稳定，不怕失去。别把自己放在低姿态，否则你的情绪就稳定不了。一旦你们的位置不平等，他的任何举动都会让你患得患失。你会整天琢磨他为啥不理我，为啥对我这么冷淡，是不是不爱我？男人别被情绪牵着走，你越是这样，在他眼里你的人格魅力就越打折扣。你要展现出他需要的点，并且把这个点无限的放大，不要过度关注他对你的态度，也不要纠结他今天有没有适时回应你。比如说啊，他今天想让你陪就陪，你要是有事儿，你也可以拒绝他，别把他当成你世界里的唯一。你们是平等的，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他有事儿就得优先，你有事儿就得迁就他。你只要保持自身的吸引力，稳住自己的内核就可以了，不要整天围着他转。一旦他发现你离不开他，只会得寸进尺。第三点，不解释，反提问。很多时候啊，你陷入低位，就是因为你下意识的要去解释他的问题。总希望得到他的认可，给他满满的安全感。比如说啊，他问你怎么不接电话，你完全可以说一句在忙就解决了，可你非要解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在开会，后来才看到你打电话，下次不会了。有时候解释啊纯属多余，会显得你很讨好。你渴望得到他的认可和反馈，可在解释的过程中，你就掉进了他的框架，被他拿捏了。他知道你很在意他的感受，害怕他生气，离不开他，于是啊就会更加不顾及你的感受，变本加厉的折磨你。所以不要总是解释，保持点神秘感，让他来追问你，局面就自然扭转了。要是啊，他问你以前有几个女人追过你，你也没必要如实回答。你知道聪明的男人会怎么回答吗？不多不少，配你刚好。别傻傻的说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甚至主动交代。你还可以反问他，为什么这么问？是想看我值不值得你对我好吗？不承认，不否认，让他去猜，去琢磨。女人猜不透你的心思，就会激起她的好奇心和占有欲，她越想要探索你。除了要做到以上几点，还要警惕三个让你掉价的行为。你要是想让女人重新对你感兴趣，你就得把这些行为给藏好，否则啊，你们的感情只能走向结束。第一，不要去充当那个为感情托底的人。比如说，聊天中总是你在找话题，为了增进感情硬聊，哪怕已经尬聊了，还在硬撑，这根本没必要。再亲密的两个人相处，都要留白啊！留白是为了让对方对你保持好奇，放大他对你的欲望。要是你持续暴露自己的需求，对方只会厌烦你。所以不要总想着兜底，互相留白，你们才会互相争取更亲密的机会。这机会不是只有你，他也需要去争取啊。第二，不要提供廉价的关心。比如说他出门了，你反复叮嘱他注意安全，多穿点，别和陌生人说话，早点回来。这些关心啊，偶尔说一声就行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这些道理他都懂。我知道你翻来覆去说这些是想表达爱意，但你说100句，他可能都不在意，你感受不到，甚至还觉得你的吸引力在下降。第三，别让女人对你的生活了如指掌，这要么说明你报备的太详细了，要么说明你的生活太单调。不管是社交圈、生活还是工作，都在原地踏步。要么你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低，因为他对你已经没了好奇心，你满足了他的安全感，现在他想找你聊天都没话找话，毫无新鲜感。你自己也习惯了这种状态，每天2点一线，身边没有新鲜事儿，也没有新鲜人。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为什么还对他有兴趣啊？是不是还在意他周末去哪玩，和谁在一起，不回你消息时在干嘛？这就是因为
他没有把自己全部暴露给你。要是你也对他了如指掌，你同样不会害怕失去他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你说对吗？女人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和女人相处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要是你的生活一成不变，而她的生活总是不断的有新事物的涌入，你们注定会越走越远。如果你们之间已经堆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，也不要太焦虑，只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找到解决方法，方向对了，事情就会慢慢的好转。所以啊，别再想着靠付出去感动他了，你就晾着他，让他知道你也有情绪，也察觉到了你们之间的变化，他才会产生落差感，才会着急，才会在意你的感受。